我赢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尼耶鲁布此前搅乱全局，肆意妄为，最终却连个像样的谢幕都没有，就这么平淡的爆裂退场，这简直是极致的自裁啊！你看看为什么别人就能够从这种角度去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就只会说他是小丑呢？纳尼？でもおかげで魔性のこと助けられたし。蘭子兄さん、どういうつもりなんだろお前こそどういうつもりだったんだよ。ニエルブの野郎に乗せられやがって。骗在哪？う。并非骗啊，没有啦，半斗说出这番话是有他的道理的，但是真的是说的道理的，好吧？说的道理。信じられない気持ちはわかる。でも最高の最强在哪？最強だと思わない。俺はニエルブは本気だって感じた。俺は信用开でき庭ない。开庭。开庭，开庭，开庭，开庭！开庭！哎，哎，我发现他们信果是不是还不知道这档子事啊？对，悪い。他道理都懂的。うちびっくりして。俺の方こそごめん。あんたの言うことはわかるんだ。でもあの時俺はそれが最善だって思ったんだ。ニエルブのやつ、今頃どうしてんだろうな。还有 SM，你们往他脸上唾一口唾沫。这才变败犬了。败犬鲁差し向けた赤ガブは私に恐れをなして逃げてしまったよ。さあ、哎，我才发现尼耶鲁布的眼睛都裂了。对呀死体の山々だが、君にはまだ哦，我才想起来，官网其实是有提到的哈，眼睛裂掉是中泽祥太郎要求加的。哦，困るんだよ。哎，下集的 OP 里面尼耶鲁布也要消失了。我都要开门吗？开不了啊，这问题是。对ニエルブがどうなったか気になってんでしょ。うん。でももうここは俺じゃ開かないみたい。他の場所を見てみたんだけど。ね、お菓子買いに。这一次是先吃零食吧。对啊，对啊，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去转换心情，对我深有体会。至暗时刻，如果没这个人在你身边放点光给你，绝望的要死。确实。哎呦哎呦，这个小动作设计还可以啊。赤株は切り札だったのね。本気で考えてたんだよ。ストマック家の未来をさ。尼耶鲁布甚至有考虑过策反你去干你岳父哦。别太真实了，哎呦！どうしたニエルブ兄の？さんが私にこの黒いガブを移植したのは赤ガブと比べるためだったのよ。そして私は赤ガブよりも劣ると判断された。バカみたい。你们现在才反应过来自己是小丑啊！敵も撃てないまま。不过我觉得吉普多少也是有点不甘的成分在里面嘛，对不对？你选择我的仇人，而不是选择我。对啊。那你要吃个嘴汁跟你。そう言ってくれる気がした。ありがとう。啊，是不是动真情了？对的。お一人でやってるんですか？ええ、天音さんは馬氏を来てくれて助かってます。そんな俺こそ幸香さんに拾ってもらったから。拾って姐，行くとこなくて、それで事務所住み込みでバイトするって。ね。お前は所以师傅还能拼回来吗？拼不回来了。てか、それはお前もだろ。だからお前の。哎，确实半斤八两两个人，对不对？对，半斤八两，谁也别说谁。ためにはニエルブと組むべきだと決めたんだろうさ。それでもショーマが騙されてると思うなら、俺たちが冷静になって見極めればいい。好棒啊，这段我觉得处理的。对，确实。哦，对对对，就是得加埋这句台词，对。冷静に助言してたな。完成しました。こんなもので。尼耶鲁布死马脸。面白いじゃないか。では人間界牧場化計画開始といこうか。哎，所以为什么要搞两个品种啊？有什么讲究吗？一个是幸福毒，一个是催眠毒。对，红幸福，蓝催眠。哦呦，众人一看不对劲。哦，对，沙滩无效是不是？对啊。其实挺恐怖的，怎么都不动了呢？是杏果被真正卷进去这个情况。哦，对对对对对对，打西瓜来。变成小孩子呀！どういう状況だ？哦，甚至还没有搞清楚是什么情况是吧？对呀。なんでしてるの？街中で同じようなことが起きてる。どういうこと？近くで見つけ哇，た。还得 lucky 啊！子たちだ。你们是谁的孩子？哦，哎，我刚才听到那两个保镖说搭脸，是不是？搭脸。对啊。他们两个保持沉默。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任何事。ってことは、俺の毒素を利用して人間だけに引く新たな毒素を開発したんだろうな。人間に。等一下，那还有一个人呢？完了！
好非常哦，他之前中过一次招，是不是有抗体了，还是怎样？应？该是哦，应该是。你确定不是他要杀唐人器官吗？都有吧？都有可能吧，都有有可能。可能。干嘛远程操控吗？还可以？对啊，很恐怖啊！是啊。广播收菜，还是菜自动跳进来的？怎么防？大大提升了进货效率，是不是？太高了。人呢？啊，打人人呢？跑了。哦，还有后有后门，打鲁。哦， Mango，大哥哥，难。大哥哥，哦，机会。加油啊，沙特人大哥哥！哦。哇，这个 TTFC 会好魁梧啊！你们有注意到吗？红色衣服的哥们，哎呦哇！对吗？魁梧男子。太过引人入目的。哦，这样子。他确实很担心耶鲁。他这个时候起码是暂时的伙伴，还是担心一下吧。他至少是觉得耶鲁不是真心的想干些什么东西。忠贞肯定是这样的性格啦，我操，掉眼镜了，忠贞格的了。哦，来了，手身贴啊，这位不惜命啊！哈，哎，不是最佳的人怎么这么喜欢甩锅？小孩子不会承认是自己的错的嘛？相爱一家人。怎么是蛋糕王啊？存货啊，现在要对吧？是啊。咋笑这一块？先给他们垫。之前我们有讨论过 Lucky 会把他们压缩来救人，这次就用上了嘛，是不是？是。而且 Lucky 的脑子算挺灵光的，然后这样子去救人，对不对？哎，这集这边打斗有放出来画面吗？似乎没有。没有。1打2哦，兄弟，游刃有余哦。你没有注意到吗？里耶鲁布把他的弓修好了。哦，对，甚至变成了2刀流，是不是？又改了一下。啊！哎呦，打地鼠吗？6。哦，你还别说嘛，二哥他战术呀还可以。对。要来了吗？哇，甚至把他们打开了。最强的智慧。地面手雷吗？不是，这哥们，我感觉他也是有点脑袋尖尖的。你的计划能不能不要说出来？刚刚那个镜头拍的博卡好像脸上有黑线一样，是不是？我赢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这啥？怎么就自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就是我们上周分析的他那个性格问题嘛，聪明反被聪明误，但终究都是小聪明，在真正有智谋的人眼中，这就是一些他们小时候玩剩的东西。而且在绝对实力面前，你搞这些花里胡哨没有用啊。对啊。要来了！正义的4打1，这个我真的没想到，我本来以为打着后面才加入的烂狗。因为我觉得4打1也打不赢。还有新形态，我应该是上期有给各位讲过，就是会有一个红形态，就是这个。因为这集能展开的点比较多，所以本周会出多一期视频做补充。上周我还出了期这子的波前解读，还没看的观众可以事后去补一下。另外，嘎补完结后，这子的 reaction 还做不做？近期我仍在考虑中。各位肉眼可见的，今年嘎补的 reaction 无论是播放量还是点赞都是越来越低的。这种输出模式虽然我个人很喜欢，但确实无法得到大多数观众的认可。最头疼的是，我现在一周起码要耗个4天进去做一个没有流量的视频，时间成本太高了。具体后续怎么调整，等嘎补完结之后再通知。各位先接着往后看吧。下集的预告是这样子的哈 ，Lucky 为了夺回压缩人们，开始研究自身毒素的综合器。与此同时，早已被认定击败的 Lango 突然出现在深圳面前，提出了某项交易，向博卡发起最终决战的假面骑士们。面对全力爆发的博卡陷入绝境之际，深圳的信念引发了奇迹。没有，综合技已经研究好了，他研究怎么用这个综合技，你懂不懂？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了，就是有可能 Lucky 喝掉那个综合技，导致他身上的毒素转变为综合技，然后他通过
过自己的触手去救人。对，主要是因为叔公造出来只有那一小瓶，用不了多少次的，而且那瓶东西可能还有腐蚀性的，就是他为了救人喝些对自己身体有害的东西。其实叔公最后留给 Lucky 那条视频啊，他是这么说的：我希望你永远不会碰上这个东西。哦，就虽然没有到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但是最起码可能会对他的健康有一定的影响。我希望他能活，但我很怕他会死。不是，我怕有一种情况很变态，后续如果真的要到了 Lucky 过2天就开始去卖什么台词版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懂吗？主要是今年已经搞了2次了。其实死不死都会卖的，问题是你死了之后再卖，会让别人去产生一点不好的联想。说法不一样。就虽然也是事不过三，但是我觉得观众对于这个东西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对啊，下周剧情相关的一个提问是：为了拯救民众，生真做出的决定是？虽然我觉得这个问题问了也白问了，预告都已经暗示了。和蓝哥合作打大总统。对，即便干掉博卡之后，蓝哥会因此振兴斯托马克家族，甚至统治沙滩界。本周日跟特色相关的推特热搜词条前30位分别是：第30名斯托马克家。我在念接下来的推文以前，先给各位大概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啊。这一周的那个人物关系图里面，给尼耶鲁布的备注是真心为斯托马克家未来着想的次男。真心嘛？对，对此日本网友的评价是：官网说尼耶鲁布是真心为斯托马克家未来着想的次男，可斯托马克家的人个个都笨拙寡言，再坦率一点不好吗？他们每个人都怀抱着自己的心结与自卑，倘若他们能彼此分享、互相接纳，这个家族本不会走向分崩离析的结局啊！西塔被斩断羁绊，格罗塔向力量屈服，尼耶鲁布遭智力碾压，对吧？所以你们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死了吗？也不是智力碾压吧，谋略被碾压，或者说城府被碾压。斯托马克家每个人的结局都充满讽刺意味，虽说都是自作自受，但这份凄惨与悲哀实在令人唏嘘。看来拉恩狗和基普恐怕也难逃厄运。我继续念啊，尼耶鲁布虽然科研能力首屈一指，但作为军师却总是冒冒失失的。这个得反驳一下，我从来都没有认为过尼耶鲁布是个军师，和智囊也是扯不上边的。没事，加个狗头就行了。狗头啊，狗头军师是吧？那很狗头。我接了刚刚那个推文啊，不仅关键计谋会脱口而出，行动也完全被对手预判。仔细想来，真是个耿直的反派啊！下一条推文关乎到这一集官网那个关系图，可悲的是，这张人物关系图中斯托马克家族成员之间竟然没有任何的连线，你们 get 得到吗？挺心酸的，好吧？对。第28名 Sachika 桑，第27名 Lucky 杨，第26名素颜动作戏，第25名 Julian 甲。给你们分享一个趣闻吧。望月佑多就是霸王龙连者的演员，也是假面骑士 J 的演员哈。他当时在参加 Julian 甲的试镜的时候，看到那个标题很诧异，他妈今年有10个战队成员吗？那么变态。后面才知道原来那个是兽，所以这集好作者是玩了一个这样的梗嘛。包括他最开始出来的就是霸王龙连者，而且霸王龙连者占 C 位很合理啊，Go Go Power Ranger 大前辈啊，这个真的是大前辈。可以。第23名拜犬前辈，第22名关智一赏，小关又来了。给各位分享2个彩蛋。关智一下集的那个穿搭是仿他配过的《机动武斗传》巨高达，对，那一部的主角多蒙卡修。然后小关还出演过前几年东映朝日为杰尼斯某个已经黄了的男团拍的特色企划《高校英雄》，他在里面演主角死去的老爹，然后为失联者配过音。我操，有写的吗？对啊，这边还是大神哦。他们当时是刚导完0-1后又接了这样一个企划嘛。哦。第21名东映社员，不得不说好作者真的拍的太奔放了，下集侯爱鲁都成东映社员了。能把东映炸了吗？把你整活了，你知道吗？一个敢写，一个敢拍，一个敢演。对啊，而且我看的有点像是总集篇，就不知道是不是咯。第18名 Smile， 第17名无替身动作戏，第16名版本监督。后续各位也可以期待一下版本多点拍战队跟骑士了，好吧？就他后续再次进入东映这边的监督人化阵容都是有可能的。可以看了很多肉身打戏，不仅是打戏吧，版本以前经常被人诟病说他文戏拍的一般嘛，这个一方面确实得看是什么剧本，另一方面也是看他怎么去拍手上的剧本咯。版本的文戏变得越来越好。对，就比如这集虽然几乎一直在打，但文戏部分确实也是有触动到我的，包括之前他拍的百兽回更不用说了，确实这是我想看的。就他曾经的弱项，如今都磨练成强项了，反而是有些那种不多说了，是不是？你想说谁？我不想指名道姓，有些人就是站着茅坑不拉屎的。我们广东人是有一句叫习憨关刀，就是厕所里的关刀，意思是什么呢？屎坑关刀，文又不行，武又不行。哎，懂了。第15名新形态，第14名鲁帕帕托。不得不说，鲁帕帕托确实整了个好活，从他预告出来就一直有这个词条在了，变相可以反映出来快艇的人气到底有多高。毕竟他那个题材本身就很吸引人，各位有兴趣也可以去补一下。快艇很适合强入力推荐坑的，，顺便再把试战队征战者也看一遍，谢谢。第13名修马，
第12名兰戈尼省，我还是稍微念一下吧这条词条。格罗塔也好，尼耶鲁布也罢，甚至是西塔跟基普，他们都带着某种对兰哥的依赖。而兰哥虽然永远无法拥有温柔体贴的兄长这种人设，毕竟在那样的老爹手下长大也难怪了，但确实始终牵挂着这些弟弟妹妹们啊。第11名金翼软糖，这个宝藏好像之前已经有透过了，有在卖吗？没有。它那个模型其实就是剧场版那个叫墨盒，跟墨盒同模的那个宝藏。对。第9名压缩人，第8名 Handy， 第4名高岩赏，这就是平成骑士的实力，好吧？然后顺便分享一下吧，他这集变身动作的讲究，致敬了卡布托，致敬了龙骑，伟大的电王，对 W， 太变态了。拍手那一下我不太确定，有人说是 Kiva， 也有人说是 Decade。有人说你怎么说都对，因为他都演过。不是，今天我看到一个小可爱说那是响鬼，我说响鬼不是20。响鬼那一年他去演魔法红了，就 G歪了这个事情嘛，也正常，我觉得。是啊，不过有一说一，高岩成二他妈秃头秃的好严重，我有点怕过2年我的这个逼样了。人到中年。第3名逃受者，第2名卡梅的嘎普，第1名需要猜一下吗？尼耶鲁布啊，对，尼耶鲁布。他都炸了，他给他第1名怎么？而且很变态，你知道吗？以往兰哥虽然经常第1，但是单狗的那个词条1万多点点，最多2万不到。尼耶鲁布这一次直接4.2万加，爆炸性的第1，大力般的表现。我最后念完跟尼耶鲁布相关的一些推文就收工了，好不好？尼耶鲁布的结局既是玩弄他人生命的反派应有的下场，同时也是被强大的成人的恶意所碾压的弱小的孩子的末路，实在令人痛彻心扉。尼耶鲁布是个天才科学家，只要有人指示他就能交出完美的成果，但当他凭自己的意志行动时，只是个见识短浅的孩子，终究敌不过成人世界的恶意。现实太残酷了，行云流水般的自爆结局，反倒让人忍不住怜悯起尼耶鲁布尼赏来。在斯托马克家至今赴死的众人中，这难道不是最可悲、最不堪的末路吗？连还手的1级都做不到就被。尼耶鲁布的结局堪称乡村式剧本的精髓所在，即便有迫不得已堕入黑暗的苦衷，但犯下的罪孽始终无法描述，最终在绝望中粉身碎骨，连一丝救赎都未能获得。尼耶鲁布凭借才智一路飙升，最终却在自谋对决中落败，这种对尊严的彻底摧毁实在令人痛心。尼耶鲁布此前搅乱全局，肆意妄为，最终却连个像样的谢幕都没有，就这么平淡的爆裂退场，这简直是极致的制裁啊！你看看为什么别人就能够从这种角度去分析，为什么有些人就只会说他是小丑，为什么呢？我也很好奇。而且我的一个认知里面，二哥他甚至没有准备 B 计划，就和我们上周分析的一样，他就是一个自负、自作聪明的人。他认为他这个计划一定能成，但现实就狠狠的打了他的脸。这些东西，我认为但凡有认真看剧或者记忆力没有那么差的观众，都是能够理解的。我只能说他确实有些小细节处理的不是很到位，这些地方是可以被诟病的。但是今年人物塑造这一块，至少是有触动到我的。我看嘎普经常会看哭自己。上周我看到他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说话的时候呢，因为我本人在我奶奶走后是真的做过这种事情。当时我自己说那句话，我已经绷不住了，我是紧急闭麦，但是那个哭腔其实是被剪进了叔叔视频里面。哦，我get到了，好像是有1-2句话是不对劲。对，你想想为什么我们会聊到这样的部分，就是因为大家都是30加了，30加的人看待问题的角度就是会跟10几、20岁的人不一样。每个人都是有阶段的，很正常，时间会给予答案的。可以，多了不说了，还没看这直播间解读或者上周5连选的观众，可以现在跳走过去补一下，且看且珍惜吧，加拿。